事实上，美国在高超音速武器发展上是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在20多年前，美军就开始率先发展高超音速武器 ，X-51A 预波者、X-37B 轨道飞行器、HTV-2 猎鹰超高音速无人机等多个项目同时上马。但是由于试验成功率不高，美军在冷战之后又认为没有值得在意的对手，很快就对高超音速武器失去了兴趣，一个个项目纷纷下马。而近年来，随着俄罗斯等国高超音速导弹进展迅猛，一些型号已经进入定型投产，美国坐不住了。为了重新夺回在高超音速武器上的技术优势，一口气启动了至少8个高超音速武器项目。按美国人的说法，就是像匕首这样的导弹是一种相当于空射的弹道导弹，也就是说把这个地面陆基发射的这个伊斯坎德尔导弹放在米格31战斗机上来发射。他认为这种技术实现的路径，虽然实现起来速度比较快，但是它不是高大上，不是美国所追求的啊。美国追求的还是有点类似巡航导弹，然后可以用各种飞机来携带啊。它这种高大上，它这种要求技术很完善，带来了很多技术上的挑战，以至于它所谓的起了个大早，赶了个晚集啊。现在在高超声速武器的研制方面，反而落后于俄罗斯。不过，美国还处于研发阶段，俄军的匕首高超音速导弹就已经在对乌克兰展开的特别军事行动中进行了实战，这也是高超音速导弹首次在战场上使用。根据俄罗斯国防部发布的简报，俄军3月18号使用匕首摧毁了乌克兰伊万诺弗兰科夫斯克州一处存放弹道导弹和航空弹药的大型地下武器库。3月19号，再次用匕首摧毁了乌克兰尼古拉耶夫州的一个大型燃料库。俄军在特别军事行动中首次出动匕首高超音速导弹进行实战，备受外界关注。为何说虽然攻击的是乌军设施，实际上震慑的是西方国家呢？从匕首问世之初，俄罗斯就公开对外宣称，这是一款与美国进行战略博弈的新杀手锏，美国根本拿它没办法。根据俄国防部的说法，对乌军地下弹药库进行打击时，匕首从1000多公里外发射，飞行时间不到10分钟，说明匕首速度快，拥有较强的纵深攻击能力。从俄官方公布的匕首导弹作战模拟动画来看，导弹由载机挂载，飞行到超过对流层的高度发射，达到弹道最高点后进入俯冲。在飞行末段，能够以超过10马赫的速度进行机动变轨，最后以接近90度的角度对目标进行灌顶攻击。正所谓天下武功，唯快不破。面对这一速度，当今世界上的反导防空系统都难以拦截。比如美国最新型的爱国者3末端防御系统，它的拦截高度限制为40千米，最高拦截速度也只能到6马赫。一旦遇到匕首，即使做出了反应，拦截的成功率也将非常低。除了快到拦不住以外，匕首还快到发现不了。高超音速导弹的飞行高度一般在2.5到4万米，在这个高度上用现有反导雷达进行探测，雷达的探测距离不会超过700公里。再加上目标在临近空间低层中飞行时会产生黑障效应，就是高超音速的激波使弹头表面像套壳一样裹着一层等离子区，能大大削弱甚至中断探测的雷达波，成为覆盖在导弹上的天然隐身衣，可能导致目前的天基红外探测系统、陆基和海基雷达还没接收到反射信号就丢失了目标。再加上匕首还有先进的气动力控制系统，能够在飞行中进行机动，更难跟踪了。不仅如此，匕首以米格31为发射平台，还具有一大优势，那就是战机何时起飞、在哪起飞，以及导弹何时发射，均难以被对手发现，在一定程度上缩短了对手的反应时间。日前，美国总统拜登在谈到匕首时是这样说的：But with the same warhead on it as any other launch missile, it doesn't make that much difference, except it's almost impossible to stop it. 拜登的讲话事实上也透露出美国对匕首的无奈。此外，从实战效果来看，还能看出匕首打得既准又狠，2枚都非常精准地击中预定目标，一枚摧毁大型地下武器库，一枚摧毁大型燃料库，表现出对地下和地面固定目标非常强的摧毁能力。
可见，面对防空力量并不强的乌克兰，俄罗斯根本就不需要使用匕首。除了小试牛刀以外，更多的是向美西方国家展示其高超音速武器的威力。而且，除了匕首，我还有先锋和锆石。